这应该是我觉得是史上最大翻盘啦。啊，比我们那个也反弹的也厉害啊。你那个翻盘也厉害，但是毕竟你们面对的是093跟有那个俄罗斯父子啊，也是啦，因为这一场 KVK 其实说实话啦，也就1316跟2748在顶着而已。2748其实很烂的，2748后来只有大概10个人的野战，因为其实我们关七一直打他们要塞，逼着他们来野战，那他们会觉得我们这样死兵可能没意义吧，所以他们就可能头铁了就来防守，或者是用本号补跟来野战嘛。当初我们在关七跟2748硬碰的时候，1316派了大概50个人来野战，也是打不赢我们的，毕竟那就是回补线问题。我们真的打不赢，我们回去回补再出来跟他们打，就是照着我们节奏打才是赢 KVK 到底。因为当初关七其实也有发生类似的问题，但是他们那时候 cover 的那个时间没那么长，所以没有那么严重，而且有个关卡在那边，所以显示的不会特别严重。当初关七是我们其实17个小时就把2748的要塞烧掉了，其实我们是可以建旗子跟建要塞在里面的，可以大概创造8个 TP 位置，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316不可能放任他们队友被打穿嘛。关七第二天晚上的时候，其实他们派了可能有100个玩家飞乘的过来帮助他们重建要塞的。我现在才看到1316有放了一个要塞在这边呢，我之前都没有注意到。关七的时候，他们支援大概100个，就是帮助他们建要塞，就等于是让他们来罚站3个小时，但是至少我们队友可以得到一些压力的释放嘛。这就是我们当初所设定的目标，是一直以来都是把火打穿，永远都是2打1嘛。你今天不把火打穿，他们从哪里都可以跳墙出来继续打的。我觉得打游戏这方面，如果实力是50-50的话，比较讲求你的方针跟你的策略，因为毕竟这里还算是策略游戏嘛。你先不说一些碾压局来说，因为我觉得他们玩过了不少碾压局，所以他们觉得我就一爆一颗球打爆对面就是赢的，所以就是差别在，我觉得老外的指挥有几个是不错，但是基本上现在出来的这些团队，他们很多是没有指挥经验的，也没有打过，他们可能打过很多个大的 KVK， 但是他们的身份是以一些巨老号的代打，而不是说指挥。因为你今天要指挥，那其实很多细节、很多层面是必须去设想到的。只能说他们是打着那个老机器的口号来招摇撞骗啊，这就是总结啊。好，可以。然后到最后，他们是归咎在我们没有足够的农场，所以导致输了这个 KVK。讲你们耗不起。对，但是我们就是一个牛马国，我们的小号很多玩家都是比较 free to play 的，他本身小号就2个3个，可能还绑着本账号，不会像是2489、1093、316，他们是养着这些号来打 KVK 的，因为他们已经存在这个游戏已经4-5年以上了，而不是说新的王国，我怎么可能会有400-500个号是 ready to fail？ 怎么可能？这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么大的优势的局，其实你就是要继续压着破口去打，而不是说什么我要补兵，要补到对面没兵为止。但是对面也不是说什么菜鸡王国，对面是1316，他们很聪明的，他们总是觉得别人会来围棋子，然后浪费兵干嘛？但是不会的，316非常有纪律，非常聪明的王国，也是非常强的王国。我认为他们是组织能力是万国最强，现在应该是2890、093跟他们是组织前3名的王国。先不说人口基数跟野战能力，他们的组织能力是非常强。就算我们的农场号再多，我们的野战这样送，终究会没有人出来打野战的。农场号再多，也不会有人去补兵的，因为这是心态的问题。对，玩家看到亏，看到不能打，浪费时间，就不会想要继续了，很正常。对，如果玩家看到1-2波是亏的，然后做到事情了，玩家是 OK 的，因为毕竟有些玩家是 team player 嘛，他们不在乎这些战损。但是当你每次过去就是说20%、30%的战损的时候，这不是亏而已，这是送烂嘞。他就觉得没关系，我们再试一次，头就是非常的铁。他觉得这波打输是因为可能人不够，但这波打输其实不是人不够，而是316很聪明的，他也不跟你 all in， 他们在他们的领地，他为什么要跟你 all in？ 就跟你拉扯就好啦。他红血补兵出来就20秒而已，反正大家就在跳舞，跳一跳之后，等你们都惨了的时候，我再把你们全部吃掉。而且反正316打你们也不亏呀，他们的战损都是赚2倍、3倍
以上。如果不送的话，是他们打风阵营大概是200%到200-300左右，但是当他们来支援的时候，他们的战损其实顶多1:1到1:1.5。他们其实当初来支援火阵营很多次都是非常亏的，他们一飞来打了几波之后，他们马上又飞走了，因为火阵营那时候已经被打烂到基本上已经没救了。还有其实我316有一些朋友，2748也有些朋友，他们关7跟关8的时候是非常坚信着，其实这场他们应该是输了，但是可能是放假之前想说试试看嘛，再多打点吉他，游戏体验满一点就好。就是到 TDS 开始在我们送之前的时候，他们是士气是非常低迷的，因为24个小时已经掉了80%的领地，这基本上这个是 GG 了，不太可能去翻盘。因为如果开局我们拿70%的领地，他们可能觉得是开局不好而已，但是经过战斗之后，他们的领地是从30%掉到剩20%，已经完全没领地，是316要开始两头烧的时候，其实是2748他们是非常的绝望，半夜基本上也都没人了。其实我真的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多领地还输的 KVK， 还不是说我们这边没有大佬，其实我们这边大佬也算不少，但是你要人均账号来说还是差太多。真的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惨的。那你有什么感想？感想吗？首先当然要说316真的是非常非常强的王国，他们的真的是很像是当初 GT 创立的那种影子，他们其实一直都是叫小 GT 嘛，对，他们其实现在的能力其实是已经是当初鸭老跟那个黑豹还在的时候那种。第一个是可能 TDS 所提到的我们账号不充足是一个点，就是我们的小号不够完善，然后第二点可能我觉得是国王输了才能体会到不是所有东西是花钱就能解决的，就是你今天请的人要对的人，而不是说你越贵的越好。代打能弥补你 KVK 的活跃人数问题，但是代打不能帮助你赢 KVK， 因为有些代打的挑选是非常重要，因为有些团队他们上来是追击杀的，他不管你其实烧或不烧，他的 KP 达到了，他们就是能收钱的。但是这个也不能怪他们，毕竟对他们说这是工作，你当初请他们没有讲清楚的点啊，你跟他们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说 OK， 但是实际上没有做到，那你也不能怎么样嘛，毕竟他也是花时间在这上面。但是我认为这届来说3672已经展现了非常强大的潜力啊，因为你今天打的人不是什么 A 王国，而是你打的是1316，基本上里面都是 GT 的号，而且是可能有2季没打架的那种 GT 的号，加速都是破万天的。对的，好的，可以，感谢你的分享，特意抽那个时间给我。其实我觉得这个比你们那个28-9还更严重吧。对，毕竟你们从这么顺风的局都变成这样子，这个确实啊，大家要以此为鉴啦。对啊，其实80%领地那时候我跟小面是有跟大家说，大家还要继续推，你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因为我们面对的是1316，而不是任何击杀1-2亿的那个联盟，他们是1316，是非常非常强硬的，他们非常组织的，不可能说80%的领地他们就不打的，毕竟你看他们那个对战记录，他们是只有输过1季 KVK 的，他们是不认输的啊。对啊，都讲了，他们有一些玩家是从 GT 那边过来的 ，GT 之前在黄天跟93这么小的一块地都跟你打6天了，不能掉以轻心，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啊。对啊，很好的一个案例了，还有很多小插曲啊，就是 TDS 的那个，那你要讲没有？是可以讲是吧？等一下我自己过滤一下，看合不合适吧。就是跟他们接洽的时候，其实说好的是晚上12点到早上10点，但是他们实际指挥上线时间可能12点半或1点的时候才上线，然后就是他觉得他想睡觉的时候，他就直接下线，而不是等到面哥来接班的时候他才这么不负责任的吗？对，他到点就下班了。我都是要等有人能够接手的时候我才完全下，我不会说我到点我就走了。而且到点就算了，有时候还提前，我们跟他约好是早上10点11点的，如果他到点了他下，比如说面哥迟到，那是面哥的疏失嘛，对，但是他是8点他就下班了，就提前下，他其实就是变成我想什么时候上就什么时候上，什么下就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下。第一个是这样子，第二个是他晚上线就算了，他一上线之后统战还在，他是指挥嘛，但是统战还在，指挥必须依照着统战分配的任务去执行嘛。第二个是完全不理会嘛。第三个是我觉得是有点怪怪的地方是，今天是我们王国给他2个号去指挥嘛，因为基本上给他指挥的号不会是野战号，我们给他的是2个非常肥的步兵号，一个号就有600多万步兵纯步兵，然后他第二个晚
晚上他飞错领地，他没有开盾，而且他在线指挥，然后他让那个号被清零了，这是不太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嘛？对啊，你是一个这个游戏的老玩家，有这个指挥经验的话，就不应该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对啊，因为这是基本上是小玩家都不应该会发生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你是专业的指挥，是吧？不太可能会发生这种意外的。第一个发生意外，大家会想说，好 ，OK， 没关系，可能在指挥的时候忙的时候没发现。但是600万步兵的小号怎么可能？还6000万战力，还有哥果在书房，才会被清零，这就是蛮奇怪的。然后结果第二天一样的事情也发生这个指挥身上，他第二天拿个300万步兵的号，他也是在前线也被清零的。哦，所以我就觉得怀疑有点不单纯啦，不知道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啊。后来因为我们说面哥只能指挥到国服那天嘛，所以当天的晚上之后，他们接班之后，他们到凌晨之后，他们就说哦，剩下我们必须要再找人指挥。他们突然说他们没办法 cover 完整24小时。可是他们是一个团队来的，不是吗？他们不能稍微安排一下一个时间吗？对，这就很奇怪，突然给他们时间之后，就是很像订餐厅，然后突然临时取消，没办法。他觉得我们交代很晚，可我给他们账号给的很晚，但是这不是一个借口啊，因为我当初一开始就跟他说，我们关期他们要 cover 的时间是几点到几点，然后黄庭 cover 前2天是几点到几点，第3天开始之后的几点到后面全程是他们负责。照理来说，他们是要很开心的，因为他们是被雇的嘛，是有钱的，时速拉长肯定的拿的是特别多。他们说 OK， 他会找人安排，就到最后他们就说不行，他们没有人有办法的。所以这就是第3个我觉得非常奇怪的点啦。虽然可能我想太多，纯粹就是他们完全不负责任而已，而不是说一些奇怪的行为啊。因为其实是有听说你们489打093的时候，他们有人在093指挥，也有人在489指挥。因为我有认识一些阿拉伯朋友，但是这个如果纯粹接单的话，那我是觉得还好，毕竟大家可能是他这个工作室只是挂名而已。但是这个是完全对他们说没有利益冲突的 KVK。正常来说，我知道他们是没有玩两边的啦，但是他们有些行为就是会让人想觉得这会不会就是想要拖延战线，或者是说以用 GT 的这个方式把对面消耗到就是不出门为止这种。反正我不知道是他们是真的烂，还是就是很奇怪的那个 foul play， 还是其实真的就是烂啊。就是连基本回补线你不懂，你连不是领地要开招这都不懂的，你还能指挥，你这算什么付费 service 啊？如果你今天找的是一个免费来帮你的，那他做什么你也不能怪他嘛，毕竟他是免费的，出于热心，你相信他才给他的。但是你今天自称一个专业的团队，你做这些非常低级的事情，然后还到处招摇撞骗，就是非常不可取的事情啊。你们这边指挥其实有分谁是主指挥谁是副指挥吗？主要统战是我，然后跟小面，因为小面他不会英文，他只会讲 Go number one 啊，对，他只会基础很基础的东西。对对对，所以主要是我跟小面传达一些想法，我去翻译，或者是我提出一些我的想法给小面去过滤，是有分级的。其实小面是总指挥没错，因为他的经验非常丰富，对，我是有大概的思维，之前有主导过一些大型 KPK， 但是我觉得小面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所以什么事情还是得经过他觉得 OK 我再去做，要尊重总指挥嘛，总指挥交代的事情我也相信他，我就执行去做。然后 TDS 的话是比较属于补时段跟辅助的任务啊，他们就认为他们比小面厉害啊，他们还是第1天、第2天、第3天的时候去诋毁他，去怪罪他一些事情。官司的时候，其实小面就帮我们指挥了。那官司其实就是碾压的，后来就是给他们去指挥。他们官司的时候，其实就会在语音讲一些小面的坏话或干什么的，他会说一些有的没的东西啊。啊，还没有 get ready 就 push。No push,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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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push. No push, no push. Number 2 hold, number 2 hold, number 2 hold, number 2 hold. Stay. No push, no push yet. No push yet. Ready? 3, King buff. 2,
往 everybody number 2 push Go push。 go go go！他们会去在语音诋毁一些韩国人，或者诋毁一些中国人、华人、中国人的一些话语，不是直接歧视的话语，但是会为了去衬托他们 TDS 有多厉害而去诋毁他人，让别人觉得哦，我们 TDS 是比较厉害的，而不是这些中国人是厉害的。他们甚至会在他们的那个 Discord 的那个名称会打 TDS 的指挥，然后讲英文的，或者他们会在我们的频道发一些公告说那个 English word is here, everyone hop on 这种话语，这些我都可以等一下截图提供给你。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尊重华人跟其他国家的人，不管人家讲什么文，人家如果就算讲一些冷门的国家语言，只要他是够厉害，我们是请他主战指挥，你就该听他的。对，不管怎样都要互相尊重啊，不管对方强还是不强也好啦。对，该有的基本的尊重吧，不管是哪国人，没有说哪一国比较优越，哪一国比较不好这样子。但是今天身为一个专业的团队，你讲这些东西是更不应该的事情，因为你诋毁其他人来衬托自己好，而为了拿更多利益的话，那这就是非常不对的行为啊。你用诋毁他人来创造自己更多利益，接到更多订单，这是非常不道德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当然呼吁大家慎选。非常感谢 Banagi。